被告人铁荣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本院依法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一致吗？一致。被告人坐下。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认定的罪名有否意见？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杀人。肃静。传证人周游到庭。周游是控方证人，请公诉人首先向证人发问。证人周游，你认识尹大利吗？认识。你们是什么关系？他是我老大。你们最后一次见是什么时候？16年前。具体的时间还记得吗？2000年的5月1号晚上。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是5·1劳动节，我老大就是那天晚上死的。怎么死的？被人杀死的。是谁杀死了他？铁荣光，就是这被告人。能具体的说说这个过程吗？2000年的5月1号晚上，铁荣光跟我老大就是尹大利谈着还钱的事儿。老铁，力哥来了，还挺悠闲的。力哥啊，兄弟约你来，你还不放心呢，还带个人来。去，我跟我老铁兄弟聊聊。好，走吧。我呢，中途呢去厕所了。等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尹大利被铁荣光就活活的打死了。我当时因为害怕，我就自己逃跑了。能不能把情况说得再具体一些？可以说一些详细的案发过程。好。那天我刚方便完，听到修理厂里边有声响，走过去一看，铁荣光正用斧子砍尹大利。尹大利就这样被铁荣光活活的砍死了。按照你的描述，当时铁荣光用他送给尹大利的斧子把尹大利砍死的，对吗？对。铁荣光砍倒尹大利之后，尹大利是什么状态？趴在地上，地面上全是血。我看见铁荣光拿一块塑料布包裹尸体。这个时候，铁荣光发现了我很害怕，我就跑掉了。公诉人对证人周游的发问，暂时到此。被告人，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证人吗？没有。辩护人，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证人的吗？有的。证人周游，你有看见我的当事人跟尹大利打斗的全部过程吗？没有。证人周游，你的所谓老大尹大利当时是做什么？他放款。是无偿的、正常利息的，还是高息的？高息啊。也就是所谓的高利贷。是。我这里有证据证明，尹大利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团伙，以高利贷为敛财手段，涉嫌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侵宅、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种种罪名。这些你知道吗？不知道。你是他的小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还是因为你就是这些犯罪行为的参与者？
反对辩护人所说的跟指控事实没有直接关联。审判长，我问完了。证人退庭。是。被告人，你对刚才出庭作证的周游当庭证言有什么意见？一派胡言。当时尹大力分明是想拿刀把我杀了，还不还钱？真没有，我拿什么还呀？没钱你就拿命来还！我告诉你，你不还钱，我就杀你，杀了你全家，杀你儿子，杀你全家死光光！还不还？我出于自卫，才拿斧子砍了他。我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无限防卫。铁荣光，你跟尹大力之间有没有经济往来？没有。那案发当天，那你为什么要去给他送礼？没有为什么。而且送的是一把斧子。那你们两个人之间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争执？尹大力他就是个疯子，莫名其妙的就会骂人发火。既然是正当防卫，为什么还要掩埋尸体？肃静。我想人已经死了，还是应该尽快的把尸体处理掉。一是入土为安，二是我怕别人发现尸体。可是尸体一旦被处理掉，现场就被毁了，那怎么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呢？清者自清啊。你用斧子砍了尹大力几下？记不清了。不止一下，对吗？对。用斧子砍人头部，一下就足以致命。如果你是自卫，砍一下就够了，那么后面的砍击又是为什么呢？是啊。肃静。被告人，请你看一下大屏幕，大家仔细看这张图。这是案发现场包裹尸体的塑料布，沾黏物中验出的 DNA 是被害人尹大力的。辩护人有什么意见吗？铁荣光承认用塑料布包裹尸体，那么这块塑料布上有死者的 DNA， 这也很正常。请大家看这个塑料布的细节，在塑料布上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位置正好是死者尹大力面部的位置，并且我们在他的颅骨、口腔内找到了泥土的残留物，这说明他被埋进土里的时候并没有死，而是他需要呼吸，所以他用自己牙齿的力量，奋力的在塑料布上咬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缺口。辩护人请发言。审判长，姑且不论公诉人的推测是否周延，就算的确如公诉人所言，尹大力被埋进土里的时候他还活着，但是公诉人是以什么样的依据来推断我的当事人知道这一点呢？尹大力极有可能在我的当事人从事防卫手段的时候就已经昏迷，进而进入假死状态。我的当事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亡，所以将尸体掩埋。然后这个时候，尹大力苏醒，咬开塑料布，吃到泥土，窒息死亡。但这个时候，我的当事人已经离开现场，他并不知道这一点。请问，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公诉人能够排除吗？肃静，肃静。可能所有的人都存在疑惑：尹大力究竟是怎么死的？是活埋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还是被砍后导致的失血性休克死亡？因为尸骨被埋很长时间，
我们已经不能准确地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所以这可能是个永远的谜。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仍然要指控被告人是故意杀人呢？原因在于，根据现有证据，无论被害人是怎么死的，铁荣光的行为都构成故意杀人罪。400万连本带利都在车里头，有钱？你看看去啊！老铁，你最爱开玩笑了，你呀你呀！现有证据能够确定的是，铁荣光在第一次砍击尹大力后，尹就倒下了，但并没有立即死。我们就按照刚才辩护人设想的那种最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版本分析，铁荣光的第一下是自卫，但足以致命。此时尹大力已经倒下，不再有行凶能力，但铁荣光又实施了第2次、第3次的砍击。虽然这2次砍击在客观上不足以致命，但是使用斧子连续砍击已经失去防御能力者的头部，这种行为在主观上显然是置人于死地嘛，说明此时被告人已经有了故意杀人的目的。那之后的2次砍击，无疑是导致死亡的提前到来。反正人已经死了，早死晚死不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就比如果法庭判处你最后死刑，但在执行前有人把你杀害了，我同样会指控他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非经法律允许的程序，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无权利去缩短他人的生命周期，哪怕只有1秒。况且活埋显然是一种足以致人死亡的杀人行为。不论铁荣光主观上知不知道尹大力此时还没死，但在客观上，他实施的都是故意杀人。主客观相统一，故意杀人罪确定无疑。至于受害人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们无法判断，也无需知晓。被告人铁荣光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合议庭将进行合议，择日宣判。退庭。这个案子不管什么结果，我都会恨你。经合议庭合议，一审宣判如下：被告人铁荣光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10日内，向省高院提出上诉。
不许说话，站起来。谢谢啊。回自己座位上去。梁胜平，你要求见我们，有什么事儿就说吧。高检察官，我想重新供述关于龙山大桥的事情。重新供述？是啊，为了说出真相。什么真相？说吧。龙山大桥、铁荣光、江东集团有着你们不知道的内幕。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心里得到安宁。我现在慢慢的变老了，不能就这样带着负罪感痛苦的活着吧。你说吧，我会认真做笔录和进行证据核对。铁荣光为了获取昊天建投龙山大桥的钱款，他指使刘明翰、鲁明、廖昌平接连翻供，这些都是龙山大桥和马月月的翻供材料。铁荣光杀人案判决一出来，龙山大桥工程坍塌事件就有变化。这到底谁呀？棋下的这么好。不管是谁在操控这盘棋，龙山大桥和铁荣光一案都必须立刻收集证据，等待开庭审理。廖昌平不惜替铁荣光顶罪，铁荣光杀人案一审之后又立马翻案，这是为什么？这是想把铁荣光推向死路。我在想，是不是廖昌平他们受到什么威胁？这些人呐，为利来为利往，很难说不被人抓住把柄。大家辛苦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要投入到下一个案子了。本来这个案子我们也想继续查查，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吧。对不起，董事长，没能为您赢得无罪判决。你尽力了。那个，有事啊？刘明翰翻供了，鲁明、廖昌平也相继翻供。上周我接到重新发回审理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出事了，也可能另有原因，但没想到，真没想到。重审期间，检察院会核实龙山大桥工程重大责任事故案跟马月月被杀案，如果认定跟您有关，就会补充起诉，会重新开庭。新建的龙山大桥会受影响吗？江东商业银行行长蓝和培在知道一审败诉的消息之后，立刻就把江东集团抵押赔偿的律师函交到我这儿。现在新大桥已经停工，江东集团的资产也被冻结了。动作这么快？铁力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他不打算出让江东集团。为什么？他说那是您一辈子的心血。你尽快安排铁力离开吧。铁力的脾气您也清楚，无论如何，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离开的。还有，
如果真的补充起诉的话，在辩护方面，您是打算？我会申请自辩。好。刘文汉翻供了，鲁明也交代了，马月月在昊天箭头的股份是铁荣光代持，而这些股份的实际收益又归江东集团财务部管理，有实际账目可查。廖长平也交代了铁荣光对龙山大桥从承建之初到出事之后的所有安排，逻辑清晰，初步判断没有伪证的嫌疑。你们的动作挺快啊。所以我跟高处都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了，他们3个都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对翻供的内容描述清晰，心理状态都非常稳定。如果是真有人在背后搞什么动作的话，恐怕也只能是问铁荣光了。证据齐备吧？物证、书证、人证都具备。再接再厉。另外啊，你们俩去见一下铁荣光，看看他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是。好。你们这次来是为了那个经济案是吧？对，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最新材料，又复核了相关的证据，我认罪。我们像这样的见面对话有很多次了，你是第一次这么坦诚的。谢谢你，高健。那就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啊，鲁明、廖长平都曾经是你最得力的助手，现在他们纷纷翻供，你不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吗？你是想知道是谁指使他们翻供的是吧？他们翻供的时间太巧合了，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件事儿里面会另有隐情。那是他们都想清楚了，为我代负罪名不值得，所以他们才翻供，为自己减刑呗。你也知道，犯法的人要做到攻守同盟，这是不可能的。人都是为了自己保命，你也不用问了，我会把我的一切，我会都把它写下来。按我的理解啊，是在这件事上，你有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用问我的苦衷了。你们公诉人不都是依法、以罪证来判断罪行吗？别问了，法庭上见吧。看来铁荣光对今天的局面早有准备。走吧。这些年我对您都是坦诚相待啊。我都记着呢。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我已无能为力，你好自为之吧。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交通商行就会申请强制执行的。你去见我爸了，他怎么说？他让你走。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杀人案的时候，他让我不要管；经济案的时候让我走；一审结束，我连见他都不能见。难道在他心里，我真的就是个一无是处、身无长物的笨蛋？你先不要激动。董事长会这么决定，也是为你着想。为我着想就不应该做这些事。凯文，你看刘明翰、陆明，还有廖昌平，都曾经是他的心腹，现在好了，全都反水了，现在又全都翻供了，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凯文，你得帮我，为他辩护。我建议你听你爸的，而且这个官司我不能打。为什么？马月月案开庭的时候，廖昌平委托我做辩护人，在辩护过程当中，廖昌平干扰了司法程序，这些我都知道，所以这个案子我不能再接了。抱歉之前没跟你说，我必须替当事人保守秘密，而且董事长要做自行辩护。自行辩护。待被告人铁荣光到庭。关于被告铁荣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铁荣光，你对这部分指控的事实有异议吗？有异议。我不知道在龙山大桥坍塌的事故中，我有重大责任。公诉人，就这起指控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有。被告人铁荣光，你有没有让昊天建投总经理杨天和副总经理马月月去找过新源监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刘明翰？没有。我让他俩找刘明翰干什么？可他们双方均说，你让他们去找刘明翰的目的，为的是更改龙山大桥结构工程图。工程结构图的制定是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既然工程图已经制定完了，我为什么还要花重金去更改呢？这说不通啊！被告人，你看一下屏幕。龙山大桥工程图先前由市规划局进行设计，相比原设计，更改后的结构图可以减少大桥建设成本的1/3。那这1/3节省的成本在哪儿体现呢？公诉人用什么来证明呢？审判长，首先申请证人鲁明到庭。待证人鲁明到庭。证人坐。证人鲁明，请陈述你在案发时的身份。江东集团财务总监。与被告人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老板。你在江东集团任职有多久了？到现在10年了吧。和被告人的关系怎么样？老板还比较信任我。信任到什么程度？和昊天建投所有的财务往来由我个人负责。昊天建投有没有更改龙山大桥钢结构设计？有。
为什么要这么做？节约成本。能节约多少？1亿1000万。马月月会得到这些收益吗？不会，因为马月月的股份是替铁荣光代持的，受益的是铁荣光。你怎么知道铁荣光会受益呢？铁荣光用这些收益在龙山村购置了地产。审判长，公诉人对证人的发问暂时到此。被告人，你有什么问题需要问证人的吗？需要。鲁明，你刚才说我在龙山村购置了一块地产，什么时候？谁购置的？文件的凭证在哪里？我是按照您的指示办理的，文件凭证都交给您了。文件的签署是我吗？不是。那你为什么信口开河说这个地产是我购置的？被告人，注意你的措辞。审判长，我问完了，请证人鲁明退庭。下面申请证人廖昌平到庭。传证人廖昌平到庭。审判长，我可以向证人发问吗？廖昌平是控方证人，应该先由公诉人。审判长，公诉人同意由被告人先发问。被告人，你问吧。老廖，你要证明我什么？马月月做了你多年的地下情人，可到最后却成了你的牺牲品。昊天箭头脱离江东集团管理的手续都已经办齐了，你去管理。我行吗？我怕我做不好。我在背后支持你。你对我真好。你的儿子铁律不肯燃烧你的起因，你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指使马月月、廖波协同杨天，伪造昊天箭头的资质，对龙山大桥项目工程进行围标。谁知道马月月办事不力，冲动之下杀了杨天。你知道龙山大桥的事情，肯定因为马月月的案子会被牵扯出来。所以，你就指使我找人杀了马月月。肃静！你说是我指使你杀了马月月，我是怎么指使你的？董事长，以大局为重，骑马跑去吧。
这句话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如果你忘了我提醒你，这句话是你说的。你还说我让马月月和廖波去围标。廖波跟你什么关系？他是我儿子。围标犯法吗？是犯法。你事先知道这件事吗？知道。知道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他是你的儿子，你还看着他知法犯法，那你什么心态？铁哥，你受敬仰多年的大哥，面对现实吧。我的问题问完了。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在廖昌平在场的情况下，补充讯问被告人铁荣光几个问题。准许。被告人，你和廖昌平搭档工作有多久了？10几年。这10几年的工作中，你怎么评价廖昌平？被告人，请回答我的问题。可靠。这10几年的搭档工作中，廖昌平有没有违抗过你？没有。廖昌平有没有背叛过你？没有。在你决定的事情，廖昌平有没有过不同意见？没有。你指挥马月月、廖波围标的时候，他有没有不同意？没有。肃静，肃静。他为什么没有阻止自己的儿子参与你的非法操作？被告人，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去违法犯罪。他到底为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证人廖昌平，到。你谋杀马月月，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有。谁？铁荣光。是谁执行的？最近有些事情，你就让他去办。一个叫马刀的杀手。马刀现在在什么地方？庐山大桥垮塌以后，我作为第一责任人就被刑事拘留了。马刀现在的去向，我不知道了。审判长，我问完了，请廖昌平退庭。龙山大桥是江东的利民工程。3年前动工兴建的时候，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铁荣光竟然弃安全于不顾，只为追求高额利润，拿到高额回扣，擅自更改结构工程图，造成龙山大桥垮塌严重，致使4名警察和1名犯罪嫌疑人死亡。铁荣光的行为已经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请陈述，你可以为自己辩护。刚才我看见陆明、廖昌平相继的分工，我知道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了。16年前，我杀了意大利，早就应该服刑。龙山大桥的坍塌和马月月的死，我都负有直接的责任。
现在休庭，择日宣判。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铁荣光以故意杀人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法院接受了我们检察院对铁荣光一案提出的量刑建议，判铁荣光为死缓。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尽快对铁荣光进行政策疏导，好让我们能够尽快地触碰到江东背后的黑恶势力。已经有人按耐不住，先行动起来了。江东商行要对江东集团进行拍卖。但是，据经侦的同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对于江东集团觊觎良久的丁红，在江东集团估值最低的时候，买入了铁荣光所持的全部股份，成为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铁先生，江东集团以及你名下的私产被商业银行拍卖抵债，作为收购人，丁红先生需要你在有关文件上面确认并签字。丁总，我做的事情让你感到担忧了吧？不光是我担忧啊，很多老朋友也很担忧。我知道了。做什么鱼？现在几点了？等你做好鱼，2个小时以后。我儿子怎么样？他很好，他每天吃饭、跑步、游泳、睡觉、喝酒，生活得非常规律。看来丁总对我儿子还是蛮关照的。这还不是取决于董事长您吗？明白。
喂，子瑶，是我。我爸想见我。哦。他想吃饺子，我需要你的帮忙。我？对。那你赶紧去买啊。我想让他吃顿我自己包的。好，你等我。好了，也准备就绪，开始包。先把馅儿呢放在皮儿上，这样。馅儿是不是多了？没事儿，多了咱们给它弄出来一点。加紧了，然后一捏。我妈去世后，我对她一肚子怨气，从来没想过要为她做点什么，以至于她提出想吃一顿饺子的要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这不是已经包好了吗？而且还挺漂亮的。我儿子怎么样？他很好，吃饭、跑步、游泳、睡觉、喝酒，生活的非常规律。老板，我把意大利给杀了，尸体怎么办？被他的马仔中油砍着了。不要着急，按我说的做。那你为什么要去给他送礼？而且送的是一把斧子。铁哥，你是我敬仰多年的大哥，面对现实吧。那我进去了。进去吧，我去上班了。你打车去吧，注意安全。好，放心吧。谢谢。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请进。谢谢。
才那会好看不？昨天我做了个梦，我就把它染灰了。挺潮的，好看。饺子，几点了？手表不知道放哪儿了，搞丢了。好吃，自己包的吧？你什么时候学会包饺子了？啊，我儿子都学会包饺子了，看来我这监狱没白蹲呐。我要是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你是不是连孙子都让我看见了？这里面吃苦了吧？吃得饱，睡得香。吃什么苦啊？要说吃苦啊，我刚创业那会儿，那还能叫吃苦？那时候，我为了能追求到你妈妈，向你姥爷表忠心，我在他们家的房檐下一住就是1年，春夏秋冬，天当被，地当炕。老狐狸，心机够重。那个时候啊，你姥爷财大气粗，方圆百里都有名，生意做得很大。我呢，那时候就想借你姥爷的影响，把我自己的生意做下来。我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但是呢，你姥爷对我的制约也越来越多。我呢，就想摆脱你姥爷对我的制约。我就想让你妈妈跟你不花你姥爷1分钱，我挣的钱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而你姥爷看我做的太大了，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差点破产。还好我咬着牙挺过来了。这件事儿啊，其实你妈妈从头至尾都知道，但是她没有阻拦你姥爷。我知道以后我非常的生气，我就说啊，你就是不为了我，也为了咱儿子，是不是也应该劝劝你爸呀？我说万一我有个3长2短的话，儿子怎么办？你妈妈跟我说，哎，你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啊，儿子他姥爷一定能管。我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你姥爷这么多年从来没把我当过家里人，知道吗？所以，你也没把我妈当成你的家里人，对吧？这是我的错，心胸太狭隘那时候。可是我也想过这件事。你说，你妈一个弱女子，她不敢跟你姥爷说呀。跟我说，就我那脾气，她怕我冲动啊。年轻的时候，我脾气特别不好。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责任在我，我是她丈夫，我没有让她对这个家庭、这个丈夫建立起信任，那不是我的错，是谁呀？后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明白了，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家人。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以后你有
多大的富贵，有多大的财富。首先，你要善待你的朋友，善待你的亲人，尤其是家里人呐，那才是自己一辈子的财富。爸呀，是想交给你一个干干净净的江东集团，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把这事情搞成现在这个样。以前可能你总是想我呀，好像你在我的心里头一天就是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典型的一个纨绔子弟。爸真没那么想过。其实爸一直觉得你是个男子汉，你在爸的心中一直是一只雄鹰，不是风筝。爸一直以你为骄傲。可能以前我管你管得太多了，我要少管你一点，可能你会发展得更好。这都是爸爸的错啊！你看看，小时候就愿意哭，遇到什么事就哭，一个男子汉眼窝子别那么浅。听爸的，男人这一辈子，你会遇到过很多沟沟坎坎，甚至有时候你都过不去。但是作为男人，牙掉了要咽到肚子里，胳膊折了要放在袖子里，永远要抬着头看路。只有你抬着头，你才能看清有什么，你才能想办法越过去。我自己犯的法，我自己承担。法律对我的判决还是公正的，就是以后也要记住，犯法的事千万不要做，做了就后悔莫及。抽时间去看看你廖叔，你也别怨他，他也是迫不得已。还有就是那个孟可清，跟了我这么多年，现在我这个样子，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他要遇到什么困难，你能帮的尽量去帮他，啊，放心吧。好吃，好吃，饺子也吃了，儿子也看见了，心满意足。你妈妈的生日还记得吧？千万别忘了，啊！我记得。啊！想吃饺子了，就让他们给我打电话。还有，一定别忘了吃药。玩去吧。哎，走了。
江东商行要对江东集团进行拍卖，从他们双方签订的协议和程序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经侦的同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对于江东集团觊觎已久的丁红，出价是最少的一个。江东集团是一个股份制公司，那其他的股东会愿意把经营权交给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吗？这个丁红啊，很有办法。他从江东商行购买了铁荣光的全部股份，摇身一变成了江东集团的大股东。随之而来的就是借着江东集团易主，主导舆论方向，让估值提升，股东受益。丁红的这一招不算高明，但步步稳健。高处，公安局的马队找您。房间我去一趟。去吧。怎么了？周游死了。怎么死的？周游因为犯有包庇罪，敲诈铁荣光入罪。在配合调查铁荣光的外围调查的时候，我摸查了周游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极其简单，父母双亡，亲戚早已断了联系。在电话的通话清单里，发现了几个无记名电话。就在这节骨眼上，监狱打电话来说人死了。你怀疑是人为的？监狱方面的反应说周游身体不适有段时间了。医生检查结果是他长期饮用街头上销售的自酿酒，甲醇、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怀疑是慢性中毒引发的死亡。这肯定不对。我们调查过周游，他在牢里待了10年，出来1年，1年的时间就因为饮酒导致死亡，这说法太荒唐了吧？太荒唐了，肯定有问题。可关键是，人死了，线索断了，查，能留下多少线索就查多少。行，我随时跟你沟通吧。还有，我问你一事，铁荣光案子的调查，你们那边都谁知道？我、小翟、小韩，3人为主。这样啊，我们来调整一下调查策略。正好借着周游死这事儿，你把调查转为暗中查访，我这边继续大力取证。我就是觉得总是有人走在我们前面，对我们的行动规律很了解。还有，通过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杀害马月的凶手叫马涛。我知道了。喂，你好，这里是江东市监狱。哎，你好，怎么了？铁荣光出事了。铁荣光已经确定死亡。哎，你干什么？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他现在是检察官。
意了吧？满意了吧？我知道你委屈了，要不你休息两天。先喝口水。我有什么理由休息啊？刘荣光的死不是你的错，铁力打我一拳，也不是他的错。10多年了，多少难案子，多少个坎儿没经历过，我还真没看见过你这样。不管铁荣光做了什么，铁力是无辜的。我们两个联手，把铁荣光送进了监狱。铁力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是他爸爸，唯一的亲人。现在他在监狱里面去世了。我跟铁力那么好的哥们儿，不管怎么样，我都欠他一个交代。这是个事故，监狱长当天值班的全都撤职了。我们不光欠铁力一个交代，还欠那些被撤了职的人一个交代。不是你怎么跟我一个德行？你儿子，我要是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你是不是连孙子都让我看见了？